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就在今天14号的凌晨呢，终于开放了 iOS 15.2的更新。这次的更新里面有包含几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像是加入遗产联络人啊，还有 SOS 的按键更新、隐私权报告，还有 iPhone 13 Pro 系列的这个微距摄影的按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。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新功能吧。首先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 iOS 15.1里面原本就已经有调整微距摄影的这个按钮呢，在这个版本里面又做出了一次修改。如果你有使用 iPhone 13 Pro 系列的话呢，这一次你可以到设定里面的相机，大家看到这边相机点进去之后呢，滑到最下面就会有这个微距控制的这个开关可以打开。那打开之后呢，你到相机里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你相机在很近距离的时候会多出一个花朵的一个按钮。那像现在黄色的样子呢，就是它正在使用超广角镜头拍摄近距离的物品。那如果你把它关起来的话呢，它就会使用广角镜头，也就是主镜头。主要就是在光源不佳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去切换说你现在想要用超广角还是广角镜头。因为有时候呢，广角在光源不佳的时候表现可能会比超广角好一点。所以如果你正在拿的刚好也是13 Pro 系列的话呢，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微距摄影的功能叫出来哟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一个超酷的功能，就是遗产联络人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啊，或是哪一天过世的话，你手机里面这些宝贵的资料要由谁来处理呢？在 iOS 15.2里面呢，就新增了这样子一个功能，可以让你指定你的亲朋好友成为你的数位遗产联络人。我们现在呢，先稍微一起来看一下怎样设定。首先呢，到设定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去找到 Apple ID， 在最上面就是这个。然后呢，打开密码与安全性。接着呢，你就会在最下面这边看到这边就有遗产联络人的这个按钮，我们点下去。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开始加入你的遗产联络人咯。那你可以指定不止一个人成为你的遗产联络人，但是前提就是他们一定要年满13岁。那这些人呢，在你过世之后呢，就可以取用你的 iCloud 账号、个人资料啊、照片、备忘录、档案或者是 App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钥匙圈里面的密码呢，他们也都能够取得。我们现在来试看看加入。这边呢就有讲一些使用的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选信任的对象嘛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指定联络人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钥匙，就是密码这样子。那这个密码呢你要给对方，对方呢在你死去之后呢，必须要靠着这个密码还有你的死亡证明来取得你的数位遗产。我现在按下面的这个按钮。然后指定完联络人之后呢，它这边有2个方法让你取得这个钥匙，也就是密码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可以把这个钥匙用讯息的方式传给对方，或者是第二个，你可以把它印出来，然后跟你的规划遗产的文件放在一起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联络人可能暂时还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那如果我们选传送讯息的话呢，它这边就会有一个范例。在这个讯息里面呢，它有讲说这个钥匙会自动储存到对方的账号设定里面。但是比较奇怪的是，苹果官网他们是说这个遗产联络人他不一定要是苹果的用户，也不一定要有 Apple ID 也可以使用。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账号设定是不是连 Android 都可以使用，还是说它只有 Apple ID 的人可以使用这样。那如果我们选列印的话呢，列印的话它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文件。非常的正式，就是它上面会有写说我的 email， 然后这个账号的拥有者叫什么，然后下面呢就会有一个乱码，上面也有说明说，例如说我今天过世的话，对方要做哪一些动作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呢已经加入遗产联络人了，它下面有说明说呢，就是在往生之后，他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审查的程序，这个遗产联络人才能够拿到我的数位遗产。那在这个审查的程序里面呢，必须要用到我的生日，所以他建议我说先去设定里面新增我的生日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刚才已经确认过生日，这整个程序就完成了。然后我现在呢来稍微讲一下，如果我真的过世的话，这个遗产联络人要怎样取得我的数位遗产。对方呢必须要向苹果提出申请，然后必须要提供刚才我们用讯息传给他的那一串钥匙，也就是密码，这是第一个东西。然后第二个东西呢就是我的死亡证明。
那通过之后呢，这个遗产联络人会拿到一组 Apple ID， 那我原本的 Apple ID 会失效，那在这一组新的 Apple ID 里面呢，就会有我相关的资料等等的，然后他可以用这一组 Apple ID 来登入我所有的装置。那这一组 Apple ID 呢，可以使用3年，然后3年之后呢，它就会永久的被删除了。然后我刚才不是也有说，就是遗产联络人可以不只增加1位吗？如果有很多个人的话呢，其他人也可以共用这一组 Apple ID， 然后里面的资料什么的都是大家一起共享的。那这么严肃的话题呢，下一个我们要来讲一个也是蛮相关的，就是 SOS 它的按键更新。我们先到设定里面，在设定里面往下滑去找到 SOS 紧急服务。点进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现在多了这个按住通话的按钮，还有在最下面这边也会出现一个倒数计时警告声的按钮。那这2个按钮分别是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个按住通话的这个开关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平常要叫出 SOS 紧急服务，不是侧边按钮加音2键吗？这样子就会出现 SOS 紧急服务嘛。那它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呢，你只要持续按住，它就会开始倒数咯。它会自己那再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最下面的倒数计时警告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如果刚才我们持续按住，然后让它倒数的话呢，它在倒数5秒的时候，它会开始发出那个非常大声的警告声，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警告声可能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危险，所以就是看你想不想要有这个警告声。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关起来的话呢，你这样倒数，它是完全不会有那个警告声的。那下一个呢，我们要来讲 iOS 15.2 里面的隐私权报告的功能。这个功能是什么呢？我们先到设定里面的隐私权，然后在最下面呢，你就会看到多出了这个 App 隐私权报告的按钮，点下去。在这里面呢，它会记录所有你使用过的 App 还有网站，他们有用过你的哪些资料。例如说，他们有用过你的相机啊，或者他们有偷偷跟外面的网络连线啊，等等的，都会在这里一览无遗。那这个 App 隐私权报告里面分为4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叫做资料与感测器取用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可能有取用你的联络人啊，取用你的照片、你的相机、你的麦克风等等，都会在这边出现。然后再来第2个部分叫做 App 网络活动，这边呢，它会记录所有 App 它曾经跟外面的网域连线的次数，还有他们跟哪一些网域连线。例如说，我现在点进去，它就会把所有这个 App 连线过的网域列出来。有一些呢，可能因为它的功能的需要，所以它必须要取用外面的资料嘛。那有一些呢，可能是要拿去分析啊，然后投放广告等等的，都会出现在这里。然后再来第3个部分呢，就是网站网络活动，就是你今天逛网站，这些网站都是连到哪一些地方，还有他们有没有背后跟一些广告公司合作呢之类的，点进去也会看得到。再来第4个部分呢，就是最常连接的网域，它会分析你所有去过的网站，还有你所有使用过的 App， 他们最后连到的网域是哪一个网域，那最常连接的网域是哪几个。因为有很多 App 他们可能最后都是连到同一个广告公司啊、广告分析公司等等的，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说都是哪一些人在操控你的资料，也就是你的资料最后都流到哪一边去了，就在这里可以看得到。那使用这个隐私权报告呢，长期下来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有哪一些 App 过度取用你的个人资料啊，或者常常泄露你的资料等等的，那你就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要不要把它删掉咯。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 iOS 15.2 Apple Music 新增了一个方案，叫做声控方案。它每个月的价格呢是75块，比原本的个人方案便宜一半哦，也就是打对折。那这个方案是什么呢？我也研究了非常久，因为如果你去看官方的解说的话呢，它只会说什么这是一个全新可以用 Siri 来控制 Apple Music 的方案，但是我就很疑惑，因为原本的 Apple Music 不就已经可以用 Siri 来控制了吗？所以我就真的去购买了这个方案，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差异在哪里。其实他们也很直白的把那个比较表贴在了网站上面，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张图，就是第一栏是声控方案有支援的功能，然后第3栏是普通的个人方案。那第一个没有打勾的地方，我们看到声控方案它是没有办法支援其他的装置的，所以可能一次就是只能用1台装置。然后第2个差异呢，就是它的空间音讯没有支援杜比全景声。然后第3个就是它没有支援保真压缩的这个音讯，就是它的音质可能会差一点。然后它没有歌词显示，然后它也不能下载音乐。
我自己实际加入声控方案之后呢，我发现它没有办法使用播放清单这个功能，就是你今天只能听一整张专辑，或者是同一个艺人等等的，然后你非常喜欢同一首歌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单。他会说我要加入正常方案，我才可以使用播放清单。所以简单来说，这个声控方案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阉割版的 Apple Music，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全新的方案适不适合你这样子。因为打对折其实真的算是还蛮便宜的啦，只是里面有很多功能不能用这样子。那下一个我们要提到的新功能就是，如果你今天有订阅 iCloud Plus 的话呢，接下来你在写 email 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隐藏你的寄件人电子邮件了，非常的酷。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iCloud Plus， 它里面有一个隐藏电子邮件的功能，就是你今天去注册网站啊，或者你寄信给别人啊，你都可以使用一个随机乱码，然后对方就完全不会知道你真正的电子邮件是什么。然后你在接收邮件的时候呢，它会透过这个虚拟的代码转发到你真正的电子邮件里面。那今天你在写信的时候呢，你就点一下这个寄件者的栏位。滑到最下面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隐藏我的电子邮件的选项，点下去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我们把它寄出去，例如说我这样子打完收件人跟标题之后呢，我的寄件人就自动变成了一个乱码，然后后面是 iCloud.com， 然后你这样寄出去之后呢，收件人就只会看到这个乱码的 email 而已。那如果他今天回信的话呢，他会透过 iCloud 转发到你真正的信箱里面。所以就非常的好用，当然前提就是你今天有订阅 iCloud Plus 的方案咯。好，那以上的更新呢，是我觉得这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些更新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非常多修正的部分，像是 CarPlay 啊，这次 CarPlay 呢，它的 Apple 地图有支援更多城市的街道，例如说转弯车道啊，或者是自行车道等等的。如果你有使用 CarPlay 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 CarPlay 之前在播音乐的时候有一些问题，这一次也会有所修正。那我们今天的iOS 15.2的介绍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啊，或者是你有其他想要学的 iPhone 教学的话呢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哦。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